比利时4-1淘汰东道主美国，顺利挺进世界杯8强。可中场哨声响起后，比赛却没有真正结束。多名比利时球员刚走进球员通道，就收到国际足总工作人员通知，需要配合完成赛后兴奋剂检测。这一幕也让全世界球迷再次把目光从球场转向了场外。不少人第一时间都在问，是不是出事了？其实不是，世界杯的兴奋剂检测本来就是最高规格赛事的重要流程，目的只有一个，确保所有球员都在同样公平的条件下竞争。每一场世界杯结束后，都可能有球员被抽中接受检测。如果只有一名球员检测结果异常，通常首先接受调查的是球员本人，还需要经过完整的复检、申诉等程序，并不代表整支球队立即受到处罚。但如果同一支球队出现多名球员违反反禁药规定，依照国际反禁药规范，就可能启动更高层级的调查，甚至影响整支球队的参赛资格。所以真正值得尊重的，不只是胜利，还有每一场胜利背后都经得起规则的检验。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从来不是靠任何捷径，而是在最公平的舞台，用真正的实力征服对手。比利时4-1淘汰东道主美国，这不是一场4-6开，比利时几乎把世界杯淘汰赛踢成了一堂防守反击教科书。老规矩，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场数据已经说明一切，美国控球率高达61%，比利时只有39%。美国15次射门，5次射正，比利时14次射门，9次射正，打进4球，预期进球，比利时2.94，美国1.36，角球，美国8-3领先，传球次数，美国587次，比利时395次。乍看之下，东道主全面占优，可真正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控球，而是效率。比利时全场只完成39次成功进入进攻3区，却换来4粒进球，平均不到10次推进就完成1次破门。这种转换效率几乎就是淘汰赛天花板。主帅加西亚这一场根本没有打算和美国判控球，开场就主动收缩，4-4-2低位防守，德布劳内回撤中场，双中锋轮流作为第一支点，把空间全部留给美国，因为他知道年轻球队最大的弱点就是急，尤其还是在6万多名主场球迷面前，只要比分落后，美国一定会自己把防线往前推，而比利时等的就是这一刻。第9分钟，德布劳内第一次送出穿透直塞，德凯特拉雷反越位成功，单刀推射，1-0，整个进球只有4脚传球。从后场到破门不到12秒，这就是欧洲顶级反击，没有多余触球，没有炫技，每一步都朝着球门。第33分钟，比利时再次抓住漏洞，卢卡库主动回撤，把美国2名中卫带离位置，德布劳内第一时间斜塞，右路高速插上的多库直接下底，倒三角回传，德凯特拉雷包抄完成，梅开2度，整套配合完全撕碎美国高位防线。上半场结束，比利时2-0领先。更恐怖的是，他们几乎没有浪费任何体能。下半场第58分钟，加西亚率先换人，范纳肯登场，直接加强第2落点控制。第63分钟，多库被换下，特罗萨德登场，目的只有一个，继续冲击美国已经开始下降的回追速度。而美国主帅一次性换上3名前场球员，改踢4-2-4，彻底放弃中场，全力压上，这也是全场真正的分水岭。比利时等了60多分钟，终于等到美国全部压出去。第68分钟，德布劳内中场完成拦截，第一时间送出40公尺长传，范纳肯后插上形成单刀，3-0，整座球场瞬间安静。这不是运气，而是战术陷阱。比利时一步一步把东道主引进自己设好的口袋。第75分钟，美国终于追回一球，普利西奇利用角球混战补射破门，3-1，6万多名球迷重新燃起希望，可希望只维持了不到5分钟。第81分钟，替补登场的蒂莱曼斯中场送出直塞，卢卡库背身倚住中卫，转身爆射，皮球直挂远角，4-1，彻底终结比赛。这也是卢卡库本届世界杯第5粒进球。真正的大中锋在淘汰赛依然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比利时全场5次换人，全部发挥作用，替补球员合计完成1球2助攻，而美国5次换人却没能改变比赛节奏。这就是淘汰赛经验的差距，不是谁跑得快，不是谁控球多，而是谁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这场比赛最残酷的地方在于，美国不是完全没有反抗，而是每一次都差最后一刀。他们前场压迫有速度，边路推进有爆点，中场逼抢一度让比利时出球不舒服。上半场20到30分钟，美国连续在前场完成反抢，普利西奇和雷纳轮流在边路拿球，几次把比利时防线压得很深。可压得深不等于打得穿，控球多不等于能进球。美国最缺的是禁区前最后一次冷静，他们太想快，太想用主场声浪把比利时吞掉，可越急越容易掉进红魔的陷阱。比利时最怕的从来不是你冲，而是你不冲。只要你一直压上，只要你边后卫站得越来越高，
只要中场开始急着往前插，德布劳内就会在你身后找到那条缝。这就是比利时的老辣，他们不需要90分钟都好看，只需要在你露出破绽的10秒钟里把你打穿。美国原本有太多理由相信自己，这是主场世界杯，这是美国足球声量最高的一届大赛，美职联不断扩张，青训投入越来越大，欧洲留洋球员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梅西去了美职联，那不是普通转会，那像是一颗火种，直接点燃了整个美国足球市场。以前很多美国家庭周末看的是橄榄球、篮球、棒球，可梅西来了之后，迈阿密的球场坐满了人，社群平台被他的进球刷屏，连原本不看足球的人都开始问一句：下一场梅西什么时候踢？这就是巨星的力量。他不只是提高一支球队的关注度，他让一整个联赛被世界重新看见，也让美国足球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这项运动在这片土地上也可以变成主流话题。所以美国队站在这届世界杯上，背后不是单纯的主场优势，而是一个正在膨胀的足球梦。他们想用这届比赛证明，美国足球不再只是未来，现在就已经来了。可比利时用4-1告诉他们，未来很近，但还没到。这不是羞辱，这是一堂课。世界杯淘汰赛不会因为你有主场就降低难度，不会因为你的联赛有梅西就给你多一次机会，不会因为你的故事好听就让射门自动飞进球门。足球最后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东西，谁把握机会更狠，谁犯错更少，谁能在压力最大时把动作做得最简单。比利时全部做到了，美国没有。德布劳内这场不像年轻球员那样满场飞奔，可他每一次触球都在改变比赛方向。卢卡库不是每一次都能拿球就过人，可他站在禁区附近就能让美国中卫不敢轻易前压。德凯特拉雷的双响则像是比利时新旧交替最漂亮的答案。老核心掌控节奏，新力量刺穿防线，支点中锋压住后防。这支比利时也许不再是当年那支星光最满的红魔，但他们更像一支真正懂淘汰赛的队伍。你以为他们老了，他们却用4个进球提醒你，欧洲红魔还没熄火，而美国也不该因为这场失利被全盘否定。他们已经比过去更接近世界顶级，只是还差最后30米的精准，差比分落后时的耐心，差面对顶级中场时如何不被一脚传球打穿，也差一种在淘汰赛里把情绪压住的成熟。这场4-1会成为美国足球很重要的一课。你可以在主场跑得更快，可以在6万人面前踢得更热血，可以让整座美国相信你会创造历史。但到了淘汰赛，最终把你留下来的不是气势，是品质，是细节，是最后那一脚。场外的药检流程守住的是公平竞技的底线，场内的4-1展示的是足球实力的答案。美国足球的梦没有结束，只是这一次被比利时按下暂停。下一轮面对西班牙，真正的大考才刚刚开始。一边是传控节奏最细的西班牙，一边是防守反击最狠的比利时。你觉得美国足球还需要几年才能真正挑战世界顶级强队？比利时这场4-1是不是证明欧洲红魔还没有结束？你也想成为东道主吗？评论区聊聊，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